首先啊，这个高空气球它包括几个方面。第一，材料技术，你要知道飞到几万米高空是吧？这材料科技就是来自于美国，从美国偷的。第二，得有航空科技、航空技术。什么航空技术？你得实时知道这个大气流的，就像那卫星云像图，随时知道多少米是什么气流，多少米是什么气流，从而进行运动的方向的改变。这个必须得要有这个技术啊，这个技术就是新西兰的。第三，刚才说动力技术啊，这个动力技术说白了就是电池以及等等这些，它在底下啊加一些动力，它可以改变方向，用某种动力方式让你一直停在那里啊，是吧？你得要人工智能来计算你的受的各种风力，然后再反向的给它施加一个跟那个，这就是航空技术啊，这就是加拿大的航空动力就干这玩意的。这两家公司都是习亲自签约去收购的啊。然后还有啥？当然是通信技术了。通信包括很多，它本身控制这个高空气球的通信技术啊。第二就是它要提供通信中继。这前段时间记得咱们专门做节目说过啊，这个叫做浮空器，是不是？浮空器就这玩意，就是停留在半空中，但是给地面提供啊 WiFi 中继，说白就跟那马斯克那个差不多。由于这个更贴近地面，所以啊更容易提供一些啊，更好提供通信中继。还有啊，如果通信中继搞定，那你就知道意味着啥？说白了就是给你的上空形成一个大的气球互联网啊，就跟那个星链一样。形成以后，你想想，它如果啊这个载重越来越强大，载重呢是跟它气球的大小，气球大小呢就跟它的材料有关，所以最核心的就是材料科技。这个只要解决，那些很容易解决，那是基本上市场上都是啊成型的东西。中共说什么是民用的，那我们告诉大家，不可能民间能做得了这个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，任何人都解决不了，就是材料技术。这是一个特殊材料，我告诉大家啊，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气球是一个特殊材料，具体啥我节目里不能说，保密。我告诉大家，这是绝对的特殊材料，这个世界能做得了这个特材料都没有几个人，就没有几个啊。因为你要保障足够的动力的话，你就得要足够的大，足够的大的话，你就一次成型。这种材料你怎么保证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殊性，今天节目不能说啊，反正我告诉大家，这是习猪头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的一个项目。